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独处咖啡屋。今天这期咖啡屋要讲的内容是中年女人的优雅秘诀，稳定内核，远离这4件事。希望你喜欢，订阅支持。人到中年，你已花开过半。有人跟你说，时间是女人最大的敌人，因为皱纹会悄悄爬上你的脸庞。但也有人告诉你，时间是女人最好的朋友，因为岁月积淀会让你由内而外散发出更为迷人的光彩。岁月匆匆，身为女人，为何有人风采依旧，有人却日渐暗淡？关键在于你的内核是否坚定。内核不够坚定的你，总是容易被外界的风浪带着走，会为杂事而烦恼，因流言而心碎。而内核坚定的你，无论遭遇何种境地，都能保持冷静，进退自如，坚定地走在自己的道路上。接下来，给你8条建议，帮助你成为一个内核坚定的女人，让你的生活更加顺遂。1. 自我关怀，而非苛责自己。遇到不如意的事，你总会忍不住责怪自己，为何我与他人不同？为何他人能做到的，我却不能？为何我总是犯错？美国心理学家罗伯特·费尔斯通的研究发现，若一个人总是苛责自己，便会容易憎恨自我，进而陷入被群体遗弃的焦虑中。其实，你无需害怕自己不够优秀，你真正需要担心的是自我否定与挑剔，这会使你陷入困境，身心疲惫。每个人都有自己擅长的领域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闪光点。与其苛责自己，不如学会自我关怀，用更轻松的心情和宽容的态度对待自己。遇到挫折，不妨停下脚步，稍作休息，达成目标，记得给自己鼓掌，好好犒劳自己，学会放下，懂得释怀。每天多爱自己一些，你便能及时疗愈，走向新的生活。2. 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被讨厌的勇气这本书中有句话说得很好，你总是去讨好别人，不就是因为你太害怕被讨厌了吗？很多女人活在世上，总是在不停地付出，对公婆尽孝，对丈夫体贴，对子女照顾，对他人关心，但不管你如何努力讨好，总会有人不满意，对你指指点点，处处苛责。如果你总是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总是压抑真实的自己，就很难获得真正的自由和快乐。人生短暂，千万别把宝贵的时间浪费在小心翼翼地迎合别人上。与其委屈自己去争取所有人的认同和满意，不如洒脱做自己，学会拥有被讨厌的勇气。拉不进的手，就果断松开；捂不热的心，就别再强求。人生旅途漫长，别人只是过客，你才是主角。忠于自己的内心，顺其自然，自然会有人欣赏你，与你同频共振，心心相印。3. 懂得情绪，也能掌控情绪。柴米油盐，衣食住行，面对生活，你总有操不完的心，干不完的活，难免会产生负面情绪。情绪革命一书中写道，情绪生病比身体生病更可怕。研究发现，与情绪相关的疾病目前已多达200余种，
甚至70%以上的人还会受到负面情绪对身体器官的伤害。情绪如同一把利刃，适当发泄可以助你放松，避免心情郁结，但若是反应过度，大吵大闹，便会如同猛虎争斗，伤人伤己。其实有情绪在所难免，关键在于如何控制情绪。与其让负面情绪笼罩生活，不如学会掌控情绪，保持心平气和。无关紧要的小事，不妨看淡一些；鸡毛蒜皮的小事，不妨糊涂一些。下次想要生气时，不妨先冷静下来，深呼吸30秒，做一些感兴趣的事，及时转移注意力。学会调节，遇事不躁，成为情绪的主人，方能身心舒畅，平安喜乐。4. 接受三观不合的存在。世界之大，无奇不有。这世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两片叶子，也没有完全相同的人。不同的成长环境、教育背景和人生经历，让每个人都有了不同的过往，也塑造了每个人不同的三观。身处群体之中，如果你一味追求三观一致，非要找寻完美的灵魂伴侣，那恐怕就像大海捞针，容易无功而返。想要让人生的舞台更加宽广，就要豁达一点，学会接受三观不合的存在。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非整合能力，是指承受认知和情绪复杂性的能力。拥有非整合能力的女人，不会盲目去控制和改变他人，相反，她们能够坦然承认矛盾的存在，欣然接纳不同的声音，求同存异，和而不同，允许不一致的存在，懂得尊重彼此的差异，才能找到最大公约数，拥有更广阔的天空。5. 懂得拒绝消耗自己的人、事、物。富兰克林说过，一颗烂苹果足以弄坏一筐苹果。生活中，我们难免会遇到一些烂苹果，遇到一点事就负能量满满，总是把你当作垃圾桶，看到别人好就心生嫉妒，在背后嚼舌根，好心帮助他们，却不懂感恩，甚至还要得寸进尺。面对这些消耗你的人、事、物，千万不要因为不好意思拒绝，而给自己原本平静的生活埋下隐患。要知道，人与人相处，哪怕关系再好，也要注意边界。如果不懂分寸，处处挤兑，只会惹出麻烦，带来内耗。人生短暂，知交零落，真正聪明的女人不会把所有人都请进生命。该拒绝的时候就果断拒绝，该舍弃的时候就痛快舍弃。学会说不，及时止损，才能让日子越过越舒心。6. 只解决问题，不做无用的假设。在前进的路上，难免会遇到荆棘遍布、沟沟坎坎。面对随时可能出现的问题，不同的处理方式能反映出你不同的精神内核。内核不稳定的人，一遇到问题就会敷衍塞责、自怨自艾，甚至寄希望于无用的假设，而没有真正去尝试解决问题。要知道，抱怨无济于事，后悔也无法改变过去。一味的幻想和逃避，只会让问题不断累积，甚至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大。
作家莫言早就提醒我们，尽量少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后悔，永远抬头挺胸往前看。既然已经错过了太阳，就别再错过繁星。你要用心去找出问题发生的症结，尽力想出多个不同的解决方案。只有活在当下，对症下药，才能真正化解问题，转危为安。7. 时刻保持赚钱托底的能力。电影《缝纫机乐队》里的有句台词：金钱可以救命，但理想不能。在年少无知时，你可能也曾自视清高，把金钱看作粪土，甚至嘲笑父母为几两碎银精打细算。但人生过半，四处碰壁后，你会发现自己活得像一匹沉重的老马，被生活压弯了腰。这时你才恍然大悟，金钱不是万能的，但没有钱却万万不能。对于女人来说，谁不渴望富足的生活？谁不憧憬诗与远方？但当面对白发苍苍的父母和嗷嗷待哺的子女时，你会发现理想很丰满，现实很骨感。成年人的世界从来没有容易二字。想抵挡人生的风雨，拥有应对危机的保障，你就必须时刻保持赚钱托底的能力。好好工作，才能赚钱养家；用心理财，才能开源节流。会赚钱的女人，才能活出底气，活出风采。8. 有清晰的目标及持续的行动力。洛克定律告诉我们，当目标既是未来指向的，又是富有挑战性的时候，它便是最有效的。一个没有目标的人，就像茫茫大海上的一叶扁舟，不知道该驶向何方；而拥有清晰目标的人，就像拥有了指路明灯，能够朝着既定的方向前进。拉开人与人之间差距的，往往不是智力、学历和能力，而是否拥有清晰的目标，以及持续的行动力。山再高，只要肯攀登，终会一览众山小；铁再硬，只要肯付出，终会铁杵磨成针。一等二靠三落空，一想二干三成功。就像那句话说的，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传奇，不过是普普通通的人们将心意化作了行动而已。千万别做语言上的巨人，行动上的矮子。锚定目标，现在就做，你终会到达彼岸，收获硕果。苏菲·玛索曾说，女人最可悲的不是年华老去，而是在婚姻和平淡生活中的自我迷失。再娇艳美丽的花，也曾经历风吹雨打；再富有魅力的女人，也曾历经岁月磨砺。内核稳定，拥有成长型思维的女人，才能无惧时光，惊艳众人。坐而论道，不如起而行之。余生，愿你我不骄不躁，精益求精，成为一个内核稳定的女人，活出自意，活出幸福。看到一句话，感觉十分在理：中年之后的人生，要学会减法，把该做的事做了，把重要的事做好，其他的就别太纠结，上天自有安排。你如果过了而立之年，要懂得别让肩上的担子太重，这样才能活得轻松自在。步入中年，这4件事越少，你的生活就会越好。第一，疾病少，精神足。常听人说，
中年人的焦虑是从看到体检报告开始的。到了中年，时常觉得生老病死就在眼前。要是身体真出了什么问题，那么前半生的努力奔波，可能都会化为泡影。复旦大学的患癌教师于娟曾在书中写道：得了病我才知道，人应该把快乐建立在可持续的长久人生目标上，而不应只追求短暂的名利权情。中年人肩上背负了太多期待，总是在追赶的路上，忽视了很多东西，却不知人生的下半场拼的不是金钱名望，而是身体健康。想想身后的人，父母已老，不能让他们老无所依；孩子还小，不能让他们幼无所养。作为家中的顶梁柱，你好好活着，不仅是为了追名逐利，也是为了看想看的世界，爱想爱的人。从现在开始，要珍爱身体，好好生活，尽量别熬夜，少抽烟，少喝酒，按时吃饭，多多锻炼。有了健康的身体和知足的心态，你就是一个幸福的人。第二，抱怨少，心态好。如何才能保持一个好的心态？听过一个有意思的说法，把心态的态字拆开，就是心要变大一点。心大了，抱怨少了，生活顺畅了，人也就不会觉得累了。常言道，境随心转，次第花开。很多时候，放下心中的怨气，世界才会展现美好的一面。不必事事苛责，每个人都有难处，不必力求完美，生活正因瑕疵而可爱。到了中年，要控制好自己的情绪，别因愤怒伤了身心，也别把怨气留给家人。保持好的心态，是家庭美满的前提，也是治愈一切的良药。第三，应酬少，圈子好。作家薛小婵曾言，人至一定年纪，要学会往回收。3两知己，一杯淡茶，活出心中所想的生活。步入中年，琐事渐多，精力渐减，圈子似乎只固定在那几人。别再如年轻时那般热衷交际，中年之趣在于小圈子的自在与宁静。年轻时总觉得多见几次面就能成为兄弟，然而经历渐丰，你终会明白，未曾参与他人的过去，大抵也无法共赴他们的未来。与其苦心经营功利社交，不如集中精力做有意义的事，陪重要的人。挚友无需多，真心变好；圈子无需广，干净变好。学会筛选关系，把时间花在对的人身上，你会发现，陪你走到最后的，恰恰就是这几人。第四，操心少，日子好。有些家长问董宇辉，为何我家孩子总是让我操心不断？董宇辉答道，家长们呐，你们操心，真的是孩子做得不好吗？你们只是想让他更完美，把焦虑、愤怒和委屈强加给孩子。确实，过度关注孩子，只会让你更操心、更焦虑。反倒是那些懂得放手的家长，既能和孩子轻松相处，也能把生活过得有滋有味。对孩子来说，有一个尊重他们意见的家长，是一生的幸运。纪伯伦有言，爱一个人，不等于用爱束缚他。爱的最高境界，是灵魂两岸之间。
隔着一片流动的海洋。见过太多家长既操心孩子的工作，又操心孩子的感情，更有甚者，直接插手孩子的选择，让孩子感到压抑。殊不知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人生课题，父母再操心，也无法管孩子一辈子。儿孙自有儿孙福，为人父母者，不妨少操点心，把精力更多地放在自己身上。种花、看书、喝茶、修身养性、逛街、旅行、跳舞，娱乐身心。忙活了半辈子，也该好好享受生活。学会给内心减负，轻装上阵，方能回归生命本身，享受更多生活之趣。梁实秋曾这样说过，中年的妙趣在于足够地认识人生，认识自己，进而去做力所能及之事，享受能享的生活。中年确实是人生的一个分水岭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得学会整理内心，学会适当的断舍离，这样才能找到余生的意义，找到心中的答案。减少欲望，别让物质的追求损耗了你的健康，学会控制情绪，把最好的状态留给家人，减少不必要的应酬，用有限的精力去维护真正有价值的圈子，该放手时就放手，让孩子和自己都能活成喜欢的样子。人生短暂，余生中的点滴美好，都值得你细细品味。此生为人，记得真爱自己。好了，这期咖啡屋到此就分享完了。如果内容对你有所帮助，或者看后有所醒悟，麻烦你订阅和分享给身边的朋友。欢迎留言和投稿，在咖啡屋与我们一起学习别人的最好，遇见更好的自己。我们下期节目见。